那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简单的韩式造型，那会走的比较偏气质一点。首先在去做电棒造型之前呢，我们先用吹风去解决一下它的发根。大家一定要明白一点，之前我所教的发根技术，它只是一种方式，但是如果你在前期的打底没有去做好，那我们的发根其实也是特别难去制造的。那接下来我们先用吹干的方式，让这个模特的发根呢起到一个蓬松。那吹干想要让头顶松散呢，首先我们需要解决3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叫做送风的方向。发根呢，大家都会发现，我们的大多数客人的发根呢是从头顶点向四周去扩散的。头顶点以前呢是特别往前走，就特别容易往脸上掉。那头顶点以后呢是往后走的。那今天如果你想要让前面去松起来，那首先必须要去改变它的第一个流向，叫做往前走的流向。所以说送风呢，我们一般是从前往后送风为优。其次，发根呢是最容易吹死的地方。如果我对着发根扫，哪怕今天这个发根呢不往前倒，但是最后呢会出现发根比较死板、呆板，或者说露出额头的情况。那我们发根呢，尽量还是松散、活跃、自然为主，不要吹得太呆板。所以说，送风呢，除了从前往后以外，还要尽量往上去送，吹发根以上，保证发根不要吹死，也方便我后期的操作。那第二个因素呢，是叫做头发的重量。头发的重量呢，既可通过裁剪，那接下来同时吹干的时候，当我的头发是湿的情况下，其实它的重量是特别重的。如果我想要让发根松起来，必须要减轻发根以上的重量，它才会更松。所以说，第二个要素叫做把头发拎起来去吹 ，OK， 不要往下去吹。那第三个要素，发根除了有往前的走向以外，还有一些叫做左右的走向。比如说有这样的客人，经常分了一条3/7线，那3/7线分久了之后呢，比如说分了几年，会导致我们的发根呢会往一边去倒。如果我比如说像这个客人，他是这样分的。如果我在不停的往另外一个方向，就顺着它倒的方向去吹，它只会越吹越塌，反而起不了效果。那这个时候呢，应该怎么办呢？第三个要素，把我们的发根呢，左边的往右边去放，右边的往左边去放。那这样的发根呢，会更好的回到中间，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支撑。那我把这个方法呢，称作发根蓬松还原法。那接下来我们用吹风的方式快速解决一下。头发拎起来送风，从前往后，从下往上，往上提拉，减轻头发重量，左边往右边放。OK， 重复。不要让过多的温度呢对着头皮去扫，容易把头皮呢毛囊那一块呢吹得比较死板，后期呢不方便我们去调整。那一边调整完之后呢，大致干了，我们再去换一个方向，瞳孔以内的区域给它甩到另外一个方向，同样的拎起来吹，送风，从前往后送。左右来回。那吹完之后的效果呢，就是不管我往左边拨还是右边拨，这样的发根呢，它也是松散的，而且是活跃的。那这样呢，基本上就达到了我们想要的要求。而且在已经松的发根上再去制造蓬松，它是最简单的。所以说呢，这个方法呢，大家一定不要去忽略。未来如果我们去做客人，毛巾包着走出来的那一刻，先把头发取下来，把头顶瞳孔以内给它吹松。吹完之后再去吹下面的头发，那后期你去操作发根的时候呢，会更加简单方便。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发根呢，蓬松呢就处理好了。
吹梳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滚梳去做整体发根的矫正以及蓬松。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的操作。首先呢，把头型分区呢从前侧点分到后枕骨点。分好之后呢，把我们的头发呢高角度提拉，拎起来，拎起来之后呢，夹到我们的另外一侧的后头部。OK。发根呢做一个简单的矫正，用我们的静态区矫正法快速调整一下。那这里呢会遇到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个模特呢它是剪了一点点小鬓角的。那我们会发现这个鬓角的头发呢，它会有一点点叫做往后走的流向。往后走呢，最直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经常夹耳朵，发根是往后跑的。这个呢是有问题的哦。为什么呢？如果我今天去夹它，它待会儿出来的效果呢，一定是往前勾的，而我今天呢，希望是往内包。所以说，我们把这撮头发呢做一个矫正，把发片呢可以适当的往前拉一点点，送点温度。OK， 送完温度之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里的发根呢就会非常听话的自然垂落下去，同时包到脸上。那未来如果你在现场当中做到我们的鬓角有出现这样问题的，记住一定要单独去把这一撮头发呢去给它做一个矫正。后面的头发一样的大发片。OK， 继续把我们的发根呢做调整，保留头顶动态区。吹完之后呢，可以大发片简单把头发呢抛一个弧线，不要带风嘴去抛，带风嘴呢容易把头发吹得比较呆板。抛的目的呢，之前说了，一个是形成这样比较美观的弧度，还有一个就是适当去除我们头发内部的水分。继续。同样的，可以把头发呢简单去抛一下，适当去除水分。吹到上面，动态区域找到顾客想要的分线。OK。一般3-7分当中呢，记住扫的那边呢，我们都不会去把它吹得太蓬，因为扫的那边吹得太蓬，它会让头骨呢显得比较畸形。这边呢，我们发根呢就不需要吹得太蓬了，意识一下，利用它吹干后的蓬松度就 OK。往前移一点点，有点往后倒。移完之后呢，可以把刘海呢简单去往前抛一个弧线，放回来。让它呢刘海往后走一点点，表面的头发，同样的，移完之后可以简单去抛一个弧线。做完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去吹另外一侧，同样的前侧点分到我们的后枕骨点。先把发根呢做矫正处理，这边的鬓角呢还是会有一点往后倒，把鬓角的头发呢单独取出来。吹完之后呢，给它往前移，
让它的鬓角呢能够贴合我们的脸际，方便呢待会儿我们去操作的时候呢，鬓角不会往前勾，而会听话。后头部的发根儿，继续往上走，保留我们的瞳孔以内区域，也就是我们的动态区。这里的发根呢有点往前走，加热，往后移，冷却回来。这样我们脸基的这里的头发呢不会太厚重。吹完之后，整体去给它带一个抛弧线。后面的头发一样的。大片头发呢，去带一个抛弧线就 OK。那接下来还剩我们的动态区以及后部，我们把后部呢三角区域从头顶点放射一个三角区域找出来。这一块的发根呢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是稍微去给它简单送一下温度，让它呢更均匀、更松散。散开之后呢，高角度抛一个简单的弧线。OK， 它的后头部呢不需要太多蓬松，那我们就不要去吹了。接下来再去吹到我们的前面。前面的头发呢，尤其是这边是偏分最需要高度的地方，把动态区取出来，下面的头发呢给它梳干净，高角度大于90度提拉，滚梳呢放到正下方。OK， 带紧张力，不要离开头皮。送风，送风，送风，提拉90度，往后放一下。重新来一遍，可以吧？就直接 OK。取出动态区的头发。下面呢分干净，滚梳放到正下方，进去之后转动，滚梳，张力带紧，送风，送风，提拉90度，慢慢的放到侧面来。吹完之后呢，用冷风稍微去给它往后扫一扫，防止头发往脸上掉。那这边的发根呢，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曲线以及蓬松度。刘海呢，可以简单去给它抛一个弧线。其实这样的吹发根方式呢，它是特别简单，同时呢特别自然的。那我们吹完之后呢，会发现发根呢是有高度的，但是前面的头发呢会不太干净。再用我们的动态区矫正法呢，简单去调整一下前面的头发。来，小姐姐抬头一点点。客户呢一定要让他抬头，不然容易烫到头皮。梳理，反向转动，转推，提拉90度，把前面的这种发根呢给它调整的干净一点点。把这边呢也简单调整一下。OK， 最后冷却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的发根呢就调整好了。
调整好之后呢，我们可以简单去把这个形体呢，打理出来。虽然没有去吹卷，但是呢，当我的发根吹好之后呢，其实整个感觉呢也会好很多。OK，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电棒操作环节。OK， 那接下来我们去用电棒呢。那现在我选择的电棒呢是38号的电棒，像这样的模特呢，他其实是比较年轻化的顾客。我们做卷呢，如果是做一些比较偏韩偏质感的发型，切记不要选择太小的电棒，因为太小的电棒夹出来呢，它会显得比较老气，虽然有质感。348号的电棒优先。那接下来我们去夹卷之前呢，先去确定分区。其实像今天吹风解决完的这个形体呢，已经很 OK 很完美了。那我们做电棒呢，无非就是在这样的形体上让它呈现的更加有卷曲度而已。所以说未来呢做卷呢，一定要考虑很多因素，不要让你的发型呢走的会太老气，亮感会太大。那接下来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女孩子的脸型，她的脸型呢是比较修长的。修长的脸型呢，其实是更需要叫做形体的拉宽，那这样呢，脸型看上去才会更加好看。待会儿呢，我们去做发型的时候，形体的蓬松呢，会去适当稍微做到耳垂左右，让它走得偏顶一点，会更加好看。然后刘海位置，如果做到这样脸型的顾客的时候，我们刘海尽量不要去修饰的太厉害，稍微有点收的感觉就 OK。那接下来我们先去确定分区的感觉，然后再去给它做一个适合它的感觉。首先找到客户的头顶点，侧区的分界呢，头顶点到我们的耳后点。其实侧区的头发发量是不多的，记住做造型的时候呢，一定是先夹侧面，再去夹后面。侧面呢是客人能看到的地方，先夹完之后呢，会给到客人一个非常好的感受。如果先夹后面呢，反而会让我们客人看不到结果，让人烦躁。上下分区，底区的厚度呢要大于表区的厚度。记住一点，今天这个分区呢就可以改变我发型亮感的走向。大家一定要明白一点，就发型如果亮感往上走呢，它是走的亮感偏大，会很容易显老气显圆。发型的亮感往下走呢，它反而会显得更加年轻。所以说分区，如果我把上面分得过厚的时候，那你接下来发型的亮感你就很难控制。那未来呢，我们分区是下厚上薄，上面的亮感呢大致占整体侧区的就这一层区域的1/3就 OK。保留。那安全起见，我们下个夹子，夹到另外一侧的后头部，底区取出来。模特这里呢，适当剪了一点小的鬓角，我们可以先把鬓角这些头发呢，去给它做一个操作。鬓角的头发呢，一般不要去给它夹得太卷，从发根位置呢滑行出来，划一个弱弱的 C。但是这个 C 呢，不要只夹发尾，我们把从发根到发尾慢慢滑下来，这样的 C 呢，它会更加柔和，同时卷曲度呢也会更加自然。OK， 鬓角夹好之后呢，我们去夹我们的底区。底区的起卷，刚才说了，我们今天呢是设定到下巴到耳垂之间，因为待会儿我需要上面的形体呢做一个简单支撑。起卷高度设定到耳垂到下巴之间，做一个饱满向后、前低后高、发尾甩向前的手法。进卷呢一圈，组合手法呢是为了做柔，一般我们的圈数都是1圈到1圈半左右就 OK。如果多了的话，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大波浪。进卷之后不要停留，滑行的方式去加热，饱满向后。进卷不要停留，慢慢滑行去加热，让它走柔，不要走卷。第一个卷度夹完之后，我们去看一下，这里呢会形成一个非常饱满的面 ，OK。饱满向后手法夹完之后呢，把整个卷度捋散，
找到收的面。那今天的手法呢是一个组合的手法技巧，做一个收紧向后的手法，慢慢滑至发尾。它的头发呢是没有太长的，我们就2个手法呢完成。那这样底区的纹理呢就非常简单的搞定了。接下来再往上走，来，小姐姐正视前方。底区搞定之后呢，再到上面分为2层区域，前面这一片呢叫做刘海区域，后面这一片呢叫做形体区域。我们把形体区保留，刘海取出来。而现场呢，如果我们做到这种刘海的时候，建议大家不要去把它分得太干净。像我这里呢是有长有短的 ，OK。如果你分得太干净呢，会让待会儿你电棒夹完之后呢，会让它和后面会产生脱节。反而分得不干净的时候，待会儿长的头发呢，我可以去用于和后面做衔接。把刘海区取出来，电棒放在发片的正上方，进去之后呢，从上往下滑，边滑边转呢，到颧骨左右产生一个收的弧线。从正面看呢，它就是一个偏打开一点的收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呢，是特别适合他的脸型，既不会让脸型显宽，又同时在颧骨呢有一个收的弧度。OK， 亚洲人共同的特点呢，基本上都是颧骨偏宽，所以说一般我们刘海还是着重去修饰它的颧骨。收的弧线收好之后呢，保留收的弧线，这里是不是还有一点长的？保留收的弧线呢，把这点长的头发呢，给它做一个饱满向后，或者说内扣，让它呢有一个支撑。待会儿呢，容易和后面呢衔接，同时呢，这个刘海也不容易去往脸上去掉。刘海做完，保留刘海区域，接下来还剩最后一片。这一片的头发呢，是制造我们发型的形体走向。这一片头发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哦，它是制造形体的，起高起低可能对这个发型呢都有很明显的影响。比如说此刻，如果我起得很低，这个发型呢就不会那么蓬了，它反而会显得 A 一点点。如果我起到和下面一致呢，它可能就会偏零一点点。如果我今天一不小心起高了，那这个发型呢，很容易出来的效果呢，就是头比较大。那这里呢，我们起卷呢，到耳垂到下巴之间就 OK， 低一点点。还有的时候呢，现场会遇到有些客人的头发呢是表面特别碎的。遇到这种头发，记住，你不是为了去起卷，你也不是为了夹卷，我们只是为了让它打造的更好看、更减龄。如果他的头发很短，能夹多少咱们就夹多少，夹不到我们把它带顺也 OK。但是不要因为这片的头发呢，去影响到我们最后的结果呈现。饱满向后，滑行的方式去操作，发尾呢做一个收紧向后组合的方式。那这样我们整个侧区呢就搞定了。侧区呢由3片头发组成，底区纹理、刘海修饰、表层形体。那现在呢，我们整个结构呢就已经堆积好了，底区的纹理、鬓角、刘海的修饰，还有我形体的蓬松制造。那这样的3个结构呢，去构成了我们这款发型的呈现。但是呢，这个时候大家会遇到，就发现一个小的问题，就是我们下面的量呢会比较欠缺。那我们后头部呢，是不是还有一个底部的纹理区？那我们把后头部的底区呢，稍微去夹一片头发。做现场的时候也可以稍微这样去夹一下，因为正面的视觉感呢会更加的 OK。今天呢，这款发型呢，因为比较类似于我们经常所见的这种蛇王眼镜蛇，所以说我在后头部呢会稍微做纹理的变化。那回顾一下刚才就之前我们所讲的分区理解，底区呢都叫做纹理呈现区域，这块区域其实任何手法都可以去使用，取决于我们想要的感觉。那比如说今天我不想要它全部做外翘，因为这样呢我觉得会太死板了。今天我们可以换一个同样呈现方式的纹理，内扣，去让后区和前区呢形成差别，这样呢纹理感会更加舒服。比如说我现在简单去做一个内扣的感觉 ，OK，
做完之后呢，我们甩到前面去看看效果。把后头部的纹理呢搭上，摆放出来，侧区的纹理呢形成融合重叠，刘海往后撩。那现在所产生的视觉感呢，底区的量会更足，同时呢，它的纹理感呢也会更加稍微有点凌乱感、松散感。相比于说全部外翘呢，它反而没有那么整齐。所以说未来，其实我觉得大家去变化发型的时候，底区一定是我们的首选，因为它很安全，变化任何手法它都不会太丑，只要你今天能把它的刘海夹好看。那接下来我们去夹这一边的头发。同样的，再回顾一下分区，头顶点分到耳后点，侧区的量不要多。烫发和造型是一样的，头顶点为分界，因为我们讲究还原性。如果分到头顶点以后，这里的头发呢其实是往后掉的，拉到侧面夹是没有任何意义。OK。同样的，上下两层，表层呢少一点，底层呢多一点。那这个时候呢，会遇到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位顾客的左右发量不一致。那我怎样分比较好呢？如果是按照高度分，这样呢，我们这边的上层呢就会太厚，头会容易显大。记住，不管今天你怎样的分线，我们分区呢永远按照比例。把整个侧区当成一等份，上面占1/3，下面占2/3，这样的分区是最稳妥的，而且是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分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先把鬓角呢预留出来，鬓角呢剪了一些碎碎的头发。有的时候顾客脸基的这些碎发呢，反而对于我们发型师而言，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呈现方式。我可以通过鬓角脸基的碎发去呈现出不同于往常这种质感整齐的发型，会让发型呢稍微呈现一些凌乱感，反而会让发型更加好看。这种特别长的呢，可以给它放掉，我们只卷这种很短的头发。从上往下呢，给它划一个内扣的 C。OK。这样呢，脸基呢会更有表现力，不会那么单调。底区的手法呢，刚才说了，我们是呈现一个饱满向后加收紧向后。其实呢，大家去看另外一侧，底区呢其实虽然夹得很高，但是最后呈现出来呢，只有一个外翘的感觉。这就说明侧部底区呢，其实正常情况不需要起得太高。下巴以下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卷度呈现只有下巴以下。起高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方便我们上层的支撑，饱满向后，前低后高，发尾甩向前面去滑行操作。卷度滑好之后呢，先不要急着去夹，我们去对比一下左右两边的高度，高度差不多一致，保留上面的饱满面，找到收的面呢，我们去做一个收紧向后。如果头发还长的话，我们可以再去做延伸，做组合。比如说，再去做一个饱满向后也是 OK 的。底区好了之后，往上走，把刘海取出来，不需要取得太干净。刘海取干净它是很累的。第一点，不是你剪的，你也不一定能找干净。第二点，是你剪的，你也不一定找的那么完美。所以说呢，简单，前后各一片。刘海呢，把刘海区一起包含在内，有长有短都 OK。刘海呢，我们整体去做一个收的弧度。现场呢，如果刘海剪得很好，建议用吹风机去吹，不要用电棒去夹，因为电棒大家去看一下，夹完之后呢，它的坠感会比较强，容易比较塌。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后期你想让它更松，建议可以再用吹风机呢去带一下。发尾呢，长的头发补一个饱满向后，方便待会儿和我们的后面头发形成连接融合。它的头骨呢是有点偏尖的，我们这里呢可以稍微去做一下发根的处理。
取一个拇指或者说不超过2指的方块发片，高角度拎起来，电棒放在正前方，靠近分线这一端低一点点，两侧手抬高一点点，斜向前有点。进去之后，发尾甩到侧面，先转，再往后推，推完之后立刻回来。这一招的目的呢，第一点是为了更好的让额头这个位置呢产生一点点饱满，其次让额头这块发际线呢会更加精致一点。但是呢，如果额头比较打开的，就不要这样去夹了。最后一片表层的形体区域，先将头发抛光抛顺。这一层区域的作用呢，是制造我们发型的饱满度，它的起高起低对发型都会有影响。我们这里呢，把它起到耳垂左右就 OK。饱满向后滑行去操作，圈数呢少一点，1圈到1圈半。饱满向后滑行操作。这边有很多特别短的头发，这种短的头发呢，记住，我们夹到耳垂左右，能夹多少夹多少，不要因为它头发短，我们就去给它做卷，不然的话，你做出来的发型呢，反而会让整个头型呢越来越蓬，越来越堆积。OK， 记住，表面的头发不是为了卷而卷，而是为了我们的形体。那整个侧区再去撩一下。刘海呢有了，底部的纹理感有了，鬓角表面的形体呢也有了，那这样的一个形体的堆积结构呢就 OK 了。当你能够通过电棒把结构堆出来，我相信这样的发型呢，它的稳定性也会更好，而不是靠我们的后期打理甚至捏。侧区夹好之后，我们去做到我们的后区。后部区域呢也比较简单，上下分2层，表层占整体的1/3左右，把表层取出来，夹到头旋位置。底区呢，一样的夹法。后头部的底区起卷，注意一下。如果正常情况呢，发尾有卷其实都 OK。如果今天你想要甩到前面去，体现一些卷脸的感觉，下巴以下有卷就可以。其实我们甩到前面去，这么一点点头发有卷就 OK 了。这里呢，我们夹个内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头发再长，它可能夹内扣就不行了。先将头发呢用电棒给它抛光抛顺，电棒进去带紧张力滑行，让它产生质感。这样抛出来的头发呢，质感是特别强的，就像打了精油一样的。未来呢，如果你遇到沙发自来卷的头发呢，记住一定也要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操作，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老是用吹风机去给它带顺。吹风机的特性是蓬松，电棒的特性是服帖，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理清楚。用蓬松的技术去解决很蓬松的头发，它只会越吹越蓬。反而我们要用做服帖、做质感的工具技术去做蓬松的头发，这样呢反而会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内扣呢，左夹1圈，右夹1圈，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内 C， 甩到前面去。这里呢一样的。那为什么要左夹1圈呢？左夹1圈，右夹1圈。中长发我们的结构基本上都是甩到前面去定的底线，放到后面呢，它会有长有短。如果直接夹平卷会不好夹，我们干脆一点点把发尾甩到一边，原地去转动让它起卷。这样呢，不管长的还是短的，我们都可以夹到，而且比较方便。但是呢，这样夹会歪掉，所以说再甩到另外一边，同样的操作，原地转动让它起卷。这样起卷完之后呢，这个内扣呢，第一点它会正，第二点呢，它也会更加柔和，更加大一点点，不会显得那么小气。将头发后头部的头发甩到前面去之后呢，这里会有很多碎发，保留这些碎发呢，单独取出来，稍微夹一下。但是呢，不管它，不管它之后呢，待会儿甩到前面去，可能会让我们的前面看着会很直，稍微夹点卷儿。表面的头发，
后头部表层起卷呢，一般不要去高过我们的侧部表层。把它分成3片，3片呢融合感比较强，2片呢容易出现空洞感。起卷高度低于侧部表层，先将头发滑顺。滑顺呢分为2个步骤，一个放上面，一个放下面。如果做表层的头发，记住千万不要把电棒放上面去滑，因为滑完之后碎发容易翘起来。我们把电棒放发片下方去滑，做一个饱满向后。滑行的方式操作，那这个时候呢，头发会产生一点点叫做烟雾。这种烟雾呢，不是水汽，而是我们的残余的一些复发素。遇到这种头发呢，回顾一下之前我们所讲的理论。那遇到这种头发，是不是我们要多次加热，而不要直接放掉它？一遍觉得 OK 了，再去给它夹个2遍。让它安全一点。中间的头发一样，饱满向后。滑行的方式让它起卷。这边呢没有去冒烟雾，说明呢加热足够了。放开，直接开始加热发尾，收紧向后。还有最后一片，饱满向后，前低后高，发尾甩向前面，1圈多一点点，滑行，让它起卷，有一点点烟雾，再加热一遍，再来收紧向后。我相信大家都会遇到一个，就夹我们后头部的时候呢，夹完之后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经常呢把我们的后头部夹来一样高了。这种情况呢也比较好解决，做3条线条。那这个我们之前的理论呢有讲到，线条呢中间这一撮把它做高一点点，记住线条呢不要挑的太小了，挑大一点点。如果挑的太小了呢，不仅你找不到，客人他也看不到。然后呢，两边呢再做各做一撮呢低一点的，高低的跨度呢尽量半圈左右，这样呢既能连接，又会有高低落差感，会让后头部呢显得没有那么圆润，层次感呢更强。这样我们这里非常饱满的这个面呢，就由3根线条呢去弱化了。当然不做也是可以的，比如说直接把我们的侧部的头发直接撩到我们的后头部，那这样的线条层次落差感呢反而会更加舒服。那接下来我们这款发型呢就夹完了，我们用冷风呢稍微去打散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用冷风呢拳头去给它打散，也不要怕。当你的卷度比较有把控的时候，就不要怕把它吹直掉。OK。记住，夹过的电棒的头发呢，一定要用吹风扫散。扫散完之后呢，头发呢才会具备松散度。如果不去扫散呢，整个头发呢是偏聚的，反而会显得不好看。扫完之后呢，我们稍微用一点点精油以及发泥呢调整一下。抬头一点点，稍微用一点点发泥和精油，一点点精油和发泥均匀涂抹到手上。先打理发尾，把大多数的精油和发泥呢捏到发尾上。发尾捏完之后呢，从两侧进去。把所有的头发呢，给它往后撩顺、理顺，内部呢也是一样的，从脖子内侧进去，把所有头发呢撩顺，最后呢把刘海给它往后撩，把头发呢做出质感。
质感做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甩到前面来。OK， 1分为2，甩到前面来。不管你今天怎么去吹，怎么去打理，最后甩到前面来，这个形体的结构呢是不改变的。那这个也叫做我们的发型堆积起来的稳定性。反而有的时候呢，做发型呢，反而这种吹风扫散之后的感觉呢，会更加好看。把我们的鬓角呢给它呈现出来，让脸基呢不要太单调。底部的纹理呢绿绿闪。多余的重量往耳的后面夹一下。那接下来呢，简单去调整了一下，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一款非常韩一点的发型。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简单去带一下我们的打理技巧。那我会稍微用一把梳子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打理的3大绝招。那接下来我们发型已经夹完，还是一样的，我们复习一下整体发型的流程。首先这款发型呢，我们是先去做了一个发根的处理。头顶发根的蓬松呢，先用吹干，再用滚梳的操作呢，制造我们想要的蓬松感。发型去电棒操作的时候呢，上下大致分为2层。这里呢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啊，整个侧区的起卷千万不能太高，整个侧区的起卷耳垂到下巴之间其实是 OK 的。大多数客人都能 hold 住，但是再高呢，这个发型就有点蓬了。今天是因为这个模特他的脸型比较小，所以说我们会起到耳垂，但现场呢，我们可以起到下巴的位置都 OK， 就不要太高。现场尽量走 A， 不要去走得太零。然后后头部的反而会更简单，后头部呢，大家就注意一个点，就是底区呢，我们是做的内扣，表区呢还是和侧部是一样的操作。但是呢，后头部的表区呢，尽量把它起低一点点。就很多同学喜欢把后头部起高了，反而会显得后头部比较臃肿。那后期你想去调整呢，这些就比较复杂。那这款发型呢也比较简单，未来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使用。当你能把这款发型搞定好之后，未来我相信你的发型呢也会更加有变化性，而且变化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更加安全。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的发型变化最安全的方式呢，就是保留上面的形体以及刘海的区域，变化底区的这种纹理感。你能把上面夹好，其实下面它就很简单了。那接下来待会儿我会给大家带来另外一款的造型。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下一个视频。